长期服用的5类常用药或会破坏身体免疫力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一场疫情让马路上的药店多了不少，如今不管是大都市还是小乡镇，街道两面的药店都布有很多。为了留住更多的顾客，大部分药店不但能够刷医保，而且还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。李奶奶今年60多岁，因为患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，所以便在小区附近的药店里面办理了会员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取药方便，而且时间久了还能够用积分兑换东西，看上去要比医院拿药还划算。家中的药物多了之后，李奶奶服药的频率也是与日俱增。前段时间，李奶奶去医院例行检查，却发现身体免疫力下降得很严重。医生询问之后，发现李奶奶的免疫力之所以会大幅度的下降，都是因为她平时胡乱吃药所导致的。这可把李奶奶给吓坏了，回家之后赶紧把一些常吃的药物都收了起来。一般来说，有5种最为常见的药物是绝对不能够经常吃的，否则就会破坏身体的免疫力，造成很严重的健康隐患。1、慎用抗生素。抗生素一类的药物，相信现在每个家庭里面都不少见。平时不管是有头疼脑热还是肚子不舒服之类的毛病，大家基本上都会吃点抗生素。这是因为人体生病一般都是由细菌和病毒感染所造成的，而抗生素正是治疗细菌感染的良药。有一部分人在季节交互的时候还会提前服用抗生素，想着以此来预防感冒等一些疾病的发生。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，对身体健康完全没有好处。抗生素虽然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感染，但其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是敌我不分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服用了抗生素，它不但会杀灭外来侵入人体的细菌感染，还会顺带把人体内的有益菌群也给一波带走。因此，长期服用抗生素的人，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。一旦肠道里面的益生菌数量大幅度的开始变少，那么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肉眼可见的降低，人就特别容易患上各种疾病。不但如此，长期服用抗生素还会让一些细菌产生耐药性，这也是为什么感冒越来越难治的原因。是药三分毒，本身药物就不是能够胡乱吃的东西。抗生素一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更是要严格的遵照医嘱，千万不能常吃，也不能多吃。2、止咳药不能常吃。现在正值秋冬之际，所以咳嗽的人很多，尤其是小孩子稍不注意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咳嗽，因此很多家庭都常备有各种的止咳药，只要孩子一咳嗽就会给他们服用。一般来说，复方甘草片和各种的止咳糖浆是最常见的止咳药物，但这些止咳药物其实都是不能够常吃的，尤其是复方甘草片，甚至很多地方都已经买不到了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甘草片里面的甘草酸进入身体之后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，容易导致人体出现血钾不足的情况。钾元素对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一旦缺失就会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，新陈代谢紊乱，从而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。而且咳嗽是身体自愈的一种外在体现，利用各种止咳药物强制性的缓解咳嗽，只会掩盖病情，而不是真正的治愈。长此以往，不但会让患者的病情加重，还可能无形中增加感染的风险。临床研究发现，很多止咳糖浆都会让患者产生依赖性，长期服用危害不小。所以咳嗽了之后，不要着急着服用止咳药，而是应该到医院去找医生做进一步检查，确诊了病因之后再对症的治疗。家中有小孩子的更是要在这方面多注意，不要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伤害到孩子的身体健康。3、助眠药物需慎用。现如今生活节奏很快，很多人的工作压力特别大，晚睡都是常事，再加上不少人睡前都有看手机的不好习惯，所以失眠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性问题。这种情况在年轻人群体中最为常见，他们的休息时间是远远达不到正常标准的。为了改善这种情况，一些人会服用镇静安眠类药物辅助睡眠，这是一种无奈之举，也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错误方式。要知道，大部分的助眠类药物都是需要医生开具的处方才可以购买的，这就说明这些药物的危害性是比较厉害的，平时绝对不能够多吃。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安眠类药物的作用就是让神经更加放松，从而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。但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就会让神经和心理产生依赖性，严重还会影响到人体内正常的物质分泌。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善，不但免疫系统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，有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认知障碍。因此，上镇静安眠类药物的服用一定要慎之又慎，千万不能够随便购买，私自服用。一旦不慎吃多了药物，或者是酒后服用了该类药物，就可能会产生非常可怕的不良后果，搞不好还会危及到生命安全。4. 短期降压药不能常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压就会慢慢开始升高。在老年群体中，高血压患者是非常普遍的。高血压虽然属于基础性疾病，但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，也是会引起严重后果的。所以很多老年人都随身携带着降压药，以防平日里发生不测。降压药的种类有很多，除了丹参片等需要长期服用的降压药之外，还有一类是效果非常显著的短期降压药。这种药物可以让患者的血压在短时间内就降下来，更多被用作应急和抢救。有些患者不了解情况，觉得这种药物的效果要更好时，所以会错误的长期服用。这种行为非常的危险，因此必须要严厉杜绝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的让血压降下来。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常理的权宜之计，是万不得已才会被使用的。如果长期服用这种药物，就会加重血管和身体的负担，从而导致血供出现问题，影响到新陈代谢和自身免疫力。长时间服用这种短期降压药，还可能会诱发心梗等一系列严重问题。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一定要多在饮食方面和运动方面下功夫，这样就能够让血压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内。在此基础上，严格遵从医嘱服用一些比较温和的降压药，就能够非常有效果的控制自己的血压健康。千万不能太过于迷信降压药的效果，更不能够依赖强力降压药的作用，否则真的会给身体带来难以逆转的严重伤害。5. 止疼药别乱吃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曾经很多赤脚医生的药箱里面都少不了止疼片和头疼粉这两种药物。很多时候有人身体不舒服了，医生就会拿出这两种神药给患者服用，效果那是立竿见影的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两种药物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。这是因为二者的毒副作用非常大，常吃会给身体带来不小的伤害。其实不只是上述的两种药物，所有的止疼类药物都需要慎用，千万不能够乱吃。人体出现疼痛都是因为某些器官或者组织发生了病变，需要及时对症的治疗，而止疼药会把疼痛的真相掩盖，从而让病情向着不好的方向快速的发展。要知道，癌症等一些恶性疾病都是会引发机体疼痛的，要是胡乱吃止疼药，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经常吃止疼药不但会让心理和身体出现上瘾的情况，而且还会严重的伤害到人体的免疫系统，从而导致免疫力下降。一旦身体的免疫力被破坏之后，人不但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疾病，而且患病之后久治不愈，小病可能会被拖成大病。所以身体出现了疼痛之后，千万不要随便吃止疼药来对付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到医院里面去做详细的检查，找出疼痛出现的真实原因，然后再进行对症的治疗。这样做不但能够让疼痛感快速得到缓解，还不会耽误疾病，拖延治疗。全世界有很多人都面临着各种急性或者慢性疼痛的折磨，因此上世卫组织把疼痛纳入到了疾病的范畴，明确要求出现疼痛之后应该及时就医，而不是硬抗或者吃止疼药来缓解。结语：现在我们购买药物确实非常的方便，但这不是胡乱吃药的借口。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，长期滥服药物，不但会让自身免疫力受到严重的伤害，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毒的情况出现。所以服药一定要谨遵医嘱，不只是文中提到的物种药物不能够长期乱吃，其他的药物也是一样，千万不要让治病的良药变成祸害我们身体的毒药，那样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